我叫田然，田地的田，自然的然。我13年本科毕业来的法国，最开始2年在外省克莱默费朗待了2年，2年硕士读完就相当于4年。主要目的就是想来看看国外到底什么样子，想看看外国人，想看看外国文化。2016年年底的时候，我开始做读书会。做第1期的时候，其实连场地都没有。现在只是我实在是不想换来换去，稳定在一个学校。刚开始做的时候，很多朋友看个热闹和新鲜。现在其实我觉得比较稍微打引号的冷静一点下来了。其实做这个最开始的初衷吧，就是用输出带入输入的方式，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话，就是说你想把一个东西学好，你其实最好的方法去教别人。这的确在我做读书会这么长时间反映得很明显，就是只要我读书给大家讲过的书，我就会记得非常非常牢。其实每周日早上是非常紧张的，因为往往还没准备好。那我读书呈现形式其实很简单，每一次线下活动分为2部分。第一部分是我自己把这一本书客观地解出来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没有时间看这本书，你来了听1个小时，你基本上就知道这本书到底主要讲的是什么。那后半场部分，我当然希望说，大家肯定有很多想说、想分享、想交流、想讨论，甚至想辩论的，能够让大家有一个交流的地方。基本上讲完就会发现，刚刚做一件特别耗能的事情，累到完全无法思考，但是很快乐，很开心。偶尔有痛苦的感觉，但始终没有觉得自己在坚持，而且我很多时候很感谢这种感觉。前面就觉得有点像骂人，对吧？夏虫不可语于冰。但后面又有一句说世人皆夏虫嘛，就但乌合之众这词其实说出来是有点贬义的。对，你说是乌合之众，其实我们都是乌合之众的一员嘛。在做读书会过程中间，越来越感到2个很重要的点。就第一个点就是关键词叫连接，也就是想能够更多的人产生连接，跟这个世界产生连接，因为它是我们活着的方式，就像一个病毒一样，它就是个载体，把病毒传染到这个人，然后在这个宿主死之前，赶紧跑到另外一个地方，然后传到另外一个宿主。那我们其实也是一样的，因为我们的肉身是最终有一天会消亡的，但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断的产生连接。大家在网上去搜，一定会得到这样一个说法，就是这本书的一个关键词叫做偏见。偏见的意思就很简单，一个就是可能观点是错的，比如在黑皮这个广场，然后旁边有一个商家，什么鞋子打2折呀，然后旁边路过100个人去看这双鞋，他们算一个群体吗？我表达一下个人观点啊，我认为群体力量的崛起离不开一个点，就是群体里面每一个人个人的崛起。我们待会儿先聊聊巴黎世家了。第2个我想说的意义点，其实来源于有一本书叫《爱的艺术》，它讲爱，说我们爱是给予，爱是去把你的生命力分享给其他人，即使带着迷茫、带着困惑、带着各种各样的不清楚，有我现在的思考能够分享出来。我们经常未来在讲一个概念叫做财富自由，但其实我们到那一步的时候，其实想的是说我有多的钱可以做自己想做喜欢的事情。但假如我们目前现在就能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只要能活就行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该放弃其他事情，我想全职和坚持做这件事情。想在一个群体里面，就有一个人跟大家穿的完全都不一样。不但在中间形成一个概念叫做终身成长的概念，你随着我自己每读一本书，我感觉在那个知识网络里面又添加一个新的东西，又产生一些新的连接，然后的确觉得太开心了，然后很有成就感，也自己觉得很有意义。其实当然我之所以喜欢看书，一定也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。我家里面像我父亲的话是非常喜欢看书的，有好几个大书柜也都摆满了书。我不觉得我自己从小是一个酷爱看书的人，但我觉得是让我喜欢看书。我能记得有一些书在准备完的时候，当我完全形成我自己的东西，有一种强烈的兴奋感。看有些书的时候，晚上很强烈的感觉时间是完全静止的。我觉得没有被外界去激动，或者说没有被一种打引号的吧，叫随波逐流的这种感觉。你觉得的确你的生活生命是很踏实的，是很有意义的。同时当然有认识了很多一群人了，我觉得。我认为就是我们人是一个社会运动，如果把我放在一个真空的情况下，没有任何人存在。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，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存在价值的。乌合之众，让我来跟他聊一下巴黎世家。那我潜台词是什么意思呢？潜台词是我们群里面所有朋友圈，我们在场可能每一个人，包括我，咱们这些怀着这种爱国情绪的、民族情绪的，对吧？
反对这种法国人歧视我们华人这种心态的人，都是乌合之众嘛。就是自杀传染定律，有人去自杀的话，然后别人就会跟着去模仿。自证预言效应。当时举了一个例子是讲一个小镇上，一开始大家都传去买衣服的店里，然后有少女在试衣间就神秘失踪了。其实这个一开始是一个谣言，并没有这件事，但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结果这个事儿就变成真的了，就真的是有少女失踪了。像稍微理智的人，用一些比较直接的话来制止你，然后告诉你这个行为会导致什么比较严重的后果。我想大部分情况下，他还会把这个一些不理智的声音压制下来。其实我听到最多话就是说，我给了他们力量。我觉得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死而无憾了。也就是我感觉到有一种全身都是眼睛都想流泪，而且你有时候觉得特别奇怪的是，你听到那些话的时候，是你自己最脆弱的时候，是你自己最想跟自己说放弃吧，做了干啥呀？屁也不是，你还要给别人讲述的时候，别人告诉你这样的话的时候，你觉得整个世界就像外面这一样，特别亮，特别亮，所以觉得没有读书会，也没有现在的我。